上千具尸体朝着庇护所袭来，他们训练有素，不仅可以偷学人类的生存技能，还可以学习人类的科技。为了弄清楚尸体来源，张毅带着整个庇护所最强战力进入地铁通道，看着眼前漆黑的洞口，张毅再次向几人陈述了作战计划。击杀尸王是我们这次的首要目标，但这一切都必须以我们的人身安全为前提。和丧尸战斗，那些东西无论杀掉多少都没有意义。众人都点头，表示非常明白。随后，张毅从腰间取出一根荧光棒，扔到了洞口。很快，蓝色荧光棒掉落在地上，映照着周围黑色的血迹斑驳的地面。尤大叔，你先下去。尤大叔二话不说，直接滑了下去。几秒后，他落在地上，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，然后通过通讯器通知张毅，下面安全。张毅等人随后也朝洞口滑了下去。众人落地后，纷纷观察周围的景象。通过战术目镜的夜视功能，地下场景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。虽然他们经历过不少大场面，但是眼前的一幕依然让他们感觉有些毛骨悚然。墙壁上到处都是黑色的血迹，甚至还有内脏粘在墙上，脚上黏糊糊的，有撕裂的内脏和黑色的血液与泥土混合在一起，散发着极其腥臭的味道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戴着战术头盔，可以过滤掉这种难闻的气味。我们走吧。张毅深吸一口气，此区是终点站，只要沿着这里往前走，就能找到尸体的踪迹。尸王的智慧并不是很高，还在成长之中，不会藏得太深。随着他们的前行，漆黑的地铁里渐渐出现了大量残缺不全的骷髅。骷髅的残肢和断臂上没有血肉，只是布满了细密的牙痕，像是被丧尸啃过的骨头。众人从尸体旁边走过，徐胖子好奇说道：“我很好奇，如果他们吃了这些尸体，为什么不选择把他们也感染成丧尸呢？”张仪握着手中的枪，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，回答道：“丧尸的本能只是吃东西，而感染则是被动能力。我想他们大概是太饿了，所以吃的更多。你不可能指望被嚼成骨头的尸体也会变异吧？”徐胖子说道：“看得出来，他们的饭量很大，毕竟从他们的动作规律来看，肯定需要吃很多东西。”他突然好奇地问道：“天海城的死人比活人还多，如果丧尸超过1000万只，那不是就没东西吃了吗？”张毅的脚步一顿，梁月和尤大叔也对视了一眼，他们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毕竟他们都专注于自己的小土地。是啊，那些丧尸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怎么办？会不会从天海市蔓延到其他城市？张毅再次迈开脚步向前走去，这不关我们的事。不管怎样，现在我们只要确保庇护所周围没有丧尸就行了。几人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去，因为是从出发站出发，所以不用担心身后有丧尸袭击，只要一步步往前走，迟早就能找到尸体所在的位置。他们走了许久，路上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尸骨，那些尸体都是枯骨，连一丝血肉都看不到。花花垂着尾巴走在前面，猫的嗅觉比人类的嗅觉强一点，所以它是搜寻尸体的主力。几人正走着，忽然眼前的花花眼睛睁得如铃铛，警惕地低声呜咽起来：“注意！”张毅立即举起了手中的枪，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黑影。还没等张毅出手，梁月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扔了出去，刀如闪电般劈向一道黑影，将其定在了地上。几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当看清那东西的样子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梁月用短刀扎的东西是一只灰色的啮齿动物，它全身都是灰色的，乍一看就像一只小狗，但当看到它细长的尾巴和长长的嘴巴时，大家认出了这是一只巨大的老鼠。这还是一只老鼠，这比猫还大。徐胖子吓得手直哆嗦。张毅深吸一口气，变异老鼠不足为奇，如果有足够的食物，正常的老鼠可以长到猫那么大，但眼前这只老鼠显然太大了，肯定是变异了。张毅想起一路上看到的尸体，恍然大悟，我们之前看到的尸体应该全都是被老鼠吃掉的，这么多尸体，这里肯定有一群老鼠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心中浮现出一层阴郁之色，尤其是梁月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劲。虽然她是一个性格坚强的武林高手，但是女孩子还是本能的讨厌老鼠这种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花花突然伸长脖子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喵！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恐惧，这是遇到强敌时发出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狭长的隧道内，滋滋的声音从各个角落传来，在隧道内不断回荡。紧接着，大量的巨鼠如潮水般涌现，看来真的进老鼠窝了。张毅冷静地说道。随即由大叔和徐胖子各持火焰喷射器接连开火。幸运的是，这些老鼠虽然发生了变异，但并不像丧尸那么可怕。火焰将数千只老鼠烧死后，剩下的老鼠立刻受到惊吓，纷纷退到火焰范围之外，但他们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盯着阴影中的张毅等人。火焰一熄灭，他们就会立刻冲过来。黑暗中到处都是老鼠的影子，密密麻麻的不知有多少只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，更不用说寻找尸王了。张毅皱着眉头对徐胖子和尤叔说道：“把火焰喷射器收起来。”两人闻言，虽然不知道张毅要做什么，但还是立刻停了下来。火焰刚一熄灭，老鼠们就发出了凶狠的叫声，接着立即如同两条灰色的河流一样冲了过来。张毅站在通道中央，随后两手一甩，下一刻，两扇巨大的次元大门直接矗立在隧道两侧，将整个隧道封锁了起来。接着的景象就是老鼠们疯狂地涌入一空间之内，一些狡猾的老鼠看着眼前消失的同类，慢慢发现了危险的味道，
但前面的一群老鼠想要停下来，却被后面的一群老鼠推着向前。就这样，他们发出凄惨的哀嚎声，就像是提醒身后的其他老鼠，在付出了不知道多少只老鼠的代价后，后面的老鼠也感知到了危机，终于停止了前进。他们惊恐地看着隧道中央的张毅等人，就像一条灰色的河流从中间被切断。老鼠之中，一只浑身白毛的巨鼠发出急促的尖叫声，随后所有巨鼠迅速转身开始后退。过了一会儿，阴影中的老鼠彻底消失了，他们也知道自己遇到了强敌，不敢再进攻。驱除老鼠后，张毅几人如往常一样向前走去。只不过有些看起来比较大的老鼠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点危险，但今天来的这群人中哪一个不是强大的一员？所以张毅等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但张毅却有些担心，不知道这些老鼠这么闹，丧尸会不会警觉？梁月皱眉，这些老鼠和丧尸都位于地下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谁知道？继续前进吧。张毅现在没时间想太多，几人向前迈步，动作加快，但他们总能感觉到黑暗中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。这些黑暗的地下生物还没有完全放弃，正在伺机对他们发起攻击。张毅等人无意理会他们，继续朝前面走。终于，当他们到达地铁第3站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群尸体。他们没有躲藏，也没有攻击几人，相反，他们密密麻麻地躺在隧道里，就像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人一样。放眼望去，狭长的隧道深处全是丧尸，他们在睡觉。尤大叔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这就说得通。”张毅低声说道：“即使是病毒的宿主，行动也需要能量，所以当他们得不到命令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潜伏在暗处休息。”张毅看着密密麻麻的沉睡丧尸，想起了周可。这些僵尸保留了部分生物本性，严格来说，他们更像是一群昆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也需要休息，进入深度睡眠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沉睡的丧尸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随后是越来越多的丧尸从地上爬了起来。他们扭曲的身体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直立着。当他们看到面前有一群活人的时候，他们发出嘶哑的咆哮，随后疯狂地朝着张毅等人冲去。张毅打开次元之门，随后便是一大群丧尸纷纷冲入异空间。只是片刻之后，后面丧尸像是接到了某种命令一样停了下来，整齐的让人感觉好像有人突然按下了暂停键一般。丧尸群忽然就停在了次元门的范围之外。狮王发现我们了，张毅沉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留了，烧死他们吧。”尤大叔和徐胖子走了过来，将火焰喷射器对准了这群尸体。在狭长的隧道里，火焰喷射器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。2条10几米长的火龙笼罩了前方数十只丧尸，火焰骤然燃烧。丧尸被烧焦后，身体突然扭曲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火焰开始向后方蔓延，很快数百只丧尸就被火光覆盖，而跟随而来的丧尸竟然开始缓缓后退。张毅眼中充满了警惕，狮王就在这儿不远，追！他收起次元门，带着几人向深处追去。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尸体完全封锁，他们发出令人作呕的嚎叫声，但却不敢冲过去攻击张毅等人。尸体惊恐的后退，面对张毅的变态能力，他们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但张毅脸上的表情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，对于他来说，击杀这些普通丧尸并没有什么成就感，他要杀的是暗中掌控尸族的尸王。如果僵尸王没有死，他就可以不断的制造出这样的僵尸。但这里的动静显然是被尸王发现了，找到他的位置会更加困难。但既然来了，张毅无论如何也得试一试。凭借着次元之门的顶级防御能力，张毅带领几人硬闯过去。花花和梁月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过梁月时不时的回头看，他提醒张毅，那些巨鼠还在后面盯着我们呢。张毅沉声说道：“暂时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得尽快找到尸王所在，将其杀掉，以免后患。”梁月道：“不过推进速度还是太慢了，通道里的丧尸太多了。”一眼望去，隧道的尽头密密麻麻都是涌动的人头，照这样下去，不知道能不能烧到猴年马月。张毅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一次物资和灵粮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和他们战斗到底。”又过了半个小时，一行人杀掉了无数丧尸。渐渐的，他们发现丧尸逃跑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似乎意识到无法杀死入侵的敌人。狮王开始集结队伍，丧尸数量减少了，我们可以加快速度了。尤大叔对张毅说道。徐胖子有些激动，说不定狮王已经沿着地铁逃走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只要炸掉地铁，就可以永远避免后患了。张毅不这么认为，想要彻底封锁这里，就必须炸掉整个地铁隧道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徐胖子脸色有些尴尬，这还真是不太现实啊。张毅一行人一路追着尸体，整个隧道都被火焰填满，他们穿着特殊的作战服，在火焰和燃烧的尸体中行走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丧尸群也在急速后退，数量也在慢慢减少。张毅等人穿过隧道，突然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，再次到达新地点。张毅这才明白，为什么丧尸消散的这么快。这里是一个中转站，丧尸可以快速驱散到其他通道。现在我们遇到麻烦了，这有一个中转站，我们无法弄清楚尸王的具体位置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该如何确定去哪里呢？徐胖子无助地环顾四周，就像一只无头苍蝇。我有一种感觉。张仪突然开口，他目光如刀，锐利地扫视着四周。那东西离我们并不远。他话音刚落，周围的通道里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他仿佛踩着尸体，沉重而缓慢地朝他们走来。
声音在漆黑的隧道中回荡，仿佛同时从四面八方传来，让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正在靠近。地铁深处，四周突然响起沉闷的声音，张毅等人的脸色都有些凝重。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有什么可怕的怪物冲出了笼子。小心，大家伙来了！张毅提醒大家。徐胖子忍不住咽了口水，然后拿起手中的火焰喷射器，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。就在这时，花花突然发出一声嚎叫，喵！声音里充满了警惕，就好像他遇到了什么可怕的敌人一样。花花的战斗力非常强大，尤其是当他变得巨大之后，他的战斗力还是比尤大叔还要高的。当他如此警惕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遇到的对手是非常危险的。张毅神色凝重，难道狮王出现了？狮王这两个字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虽然没有人见过，但能够掌控数千甚至上万只丧尸的恐怖存在，绝对是一个极其难缠的角色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威力有多大，他会拥有什么样的能力，根本不知道他是人类变异还是极其强大的丧尸。这时，前方走廊的尽头，沉闷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一道黑色的影子缓缓出现，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黑暗中，他们看到一个又高又瘦，如同巨型竹节虫的生物缓缓朝众人走。它是一种有着类人形态，浑身覆盖着古铜色坚硬皮肤的怪物。黑影中，它至少有3米高，2条长臂垂在地上，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，全是恶心难看的暗红色肌肉，包裹着古铜色坚硬的皮肤。三角形的脑袋，长着一对巨大的耳朵，嘴巴里长满了獠牙，凶恶的眼睛有一双棕色竖直的瞳孔。可怕的是，它竟然有8只眼睛，除了头部之外，手臂和胸部还有6只眼睛，不断的转动。尤大叔忍不住道：“这就是狮王吗？”其他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问题，另外3个方向又出现了3只一模一样的怪物。这4个东西几乎就像4胞胎，除了体型略有不同之外，它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东西是批量制造的吗？绝对不可能自然诞生的。张毅心头狂跳，立刻意识到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巨大的阴谋。丧尸群的诞生绝对不是偶然，一定有人为因素在里面。而就在这4只怪物的身后，狮群再次出现，他们聚集在4具铜甲尸体的周围，目光淡淡的看着众。徐胖子脸色惨白，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丧尸啊！张毅的眉毛竖了起来，他冷冷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些家伙一直把我们引到这里来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包围我们，消灭我们。”尽管他早就知道狮王是有智慧的，但张毅也没想到他竟然会施展诡计。这种东西可以控制大量的尸体，并且智力足够高，如果让他继续成长下去，绝对是整个天海城的噩梦，不，绝对是全人类的噩梦。张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尤大叔问道。张毅冷笑：“现在还能做什么？只能战斗了。”尤大叔和徐胖子立刻举起火焰喷射器，朝着周围的丧尸喷去。梁月拔出长剑，这时候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张毅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梁月、花花，你们2个留在我身边，不要走得太远。”梁月点点头，他知道张毅的近战能力并不是特别强，需要有人保护。此时，4只巨大怪物正一步步逼近，他们受到盔甲般的皮肤的保护，散发着暗黄色的光芒。看到他们，张毅不禁想起自己以前看过的电影里也有这样的一句话：在丧尸之中，有一种特别强大的青铜铠甲丧尸，它的全身如同钢铁般的骨头，连刀枪都无法破开它的防御。眼前这些特殊的怪物，有可能是变异的尸体，也有可能是其他某种手段的产物。不过看到他们能够指挥其他丧尸，就知道他们的实力一定很强大。擒贼先擒王，张毅对大家说道：“先解决掉4具铜甲尸，后面的丧尸就好办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狮群也开始移动，4具青铜甲尸发出凶猛的咆哮声，让整个地下通道都为之颤抖。身后的丧尸也跟着他们，非常果断地向张毅等人冲来。这个时候，潜伏在黑暗中许久的巨鼠也开始了行动。这些红着眼睛的巨鼠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吞噬张毅等人。这一次，那些尸体却不再后退，而是如飞蛾扑火一般向他们扑来。黑暗中，梁月手中的武士刀如月光般飞快，吸收了狂犬的超能力之后，他的实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森寒的剑发出蓝光，剑芒蔓延开来，长达3米多，剑光在空中交织成一张网，将那些丧尸切成碎片。尤大叔和徐胖子的火焰喷射器也形成了2张强大的火力网，将丧尸包围起来。花花和张毅暂时还没有什么大动作，虽然花花的战斗力也很强，但现在必须保护张毅的安全。张毅并不急于出手，因为他的能力主要是防御性的，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容易使用。除了神威之外，他唯一的攻击手段就是手中的步枪和炸药，所以现在他只能拿起手中的步枪，对丧尸的双腿进行猛烈的攻击。没过多久，4具强大的铜甲尸也加入了战斗。突然，一具青铜甲尸拎起了手边的2只丧尸，狠狠地朝张毅等人方向砸去。张毅淡定地打开了上方的次元之门，那些砸来的丧尸纷纷落入不同的空间，没有击中任何人。铜甲尸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了一下，但很快他就从丧尸面前跑过来，双腿张开，朝着张毅等人攻击了过来。徐胖子吓得脸都白了，他现在无法在地下使用力量，只能依靠手中的火焰喷射器来维持战斗力。在他的方向，一具3米多高的青铜铠甲尸体朝着他跑来。徐胖子看着青铜铠甲尸庞大而坚韧的身躯，他感觉青铜铠尸只要一爪就能将他撕成碎片。啊呀！
徐胖子怒吼一声，将火焰枪开到最大火，朝着青铜铠甲尸体疯狂喷射。然而，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却出现了：当喷火枪的强烈高温喷射到铜甲尸体上时，竟然没有点燃铜甲尸体，就连古铜色的皮肤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青铜铠甲尸体拖着火焰，但动作却略微放缓。他不耐烦地张开大手，从旁边夹起几只丧尸，就扔向了徐胖子。此时，铜甲尸已经距离很近了。徐胖子一愣，手上的动作有些迟缓。看到青铜甲尸逼近，张毅张开双臂，终于施展了他的秘法——双重门。两扇极其巨大的次元之门直接挡住了通道的前后，让这两个方向的丧尸无法攻击。但这样一来，张毅的次元之门就没有办法应对其他的攻击。张毅打开双门的一瞬间，两个方向的丧尸迅速停止了动作，其他方向的丧尸加快了脚步，咆哮着向张毅等人冲去。可恶，这背后肯定有狮王在指挥。可惜我们现在杀不了这些丧尸，那要怎么杀狮王呢？尤树一脸怒容地说道：“别着急，这种时候需要冷静仔细观察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狮王的，他就在附近，我能感觉到。”虽然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很危险，但张毅明白，只要能杀掉狮王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目前大部分来袭的丧尸都被他用双重门挡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剩下的2具铜甲尸体，连同大量的丧尸和巨鼠，朝着张毅等人冲了过来。尤大叔和徐胖子只得放下了手中的火焰喷射器。随后，尤大叔化作了一个2米多高的壮汉迎了过去，与那一头冲来的青铜铠狮撞在了一起。哐当！青铜甲狮比尤大叔还要大，两人碰撞在一起后，一时间实力不分上下，就像是2个横纲级别的相扑选手摔跤一样。仔细一看，发现青铜铠甲狮的力量和体型都更大，但他的技能有点笨拙，只知道一些简单的战斗姿势。相比之下，在部队习武多年的尤大叔论战技是远远领先于他。靠着这个优势，尤大叔和铜甲狮打在了一起，另一具青铜甲狮则被梁月手持长刀挡住。梁月的剑发出蓝光，直接在空中一闪而过。青铜甲狮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胸口忽然出现一道长长的刀痕，噗！青铜铠甲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，随后一股蓝色的粘稠液体缓缓渗出。铜甲狮后退2步，梁月也后退5步，双方眼中都浮现出一丝惊讶。梁月没想到他的全力一击并没有将丧尸斩成2截，而只是将其表层皮肤打碎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张毅对花花说道：“花花，你去帮助尤大叔吧。”接到张毅的命令后，花花果断跑了过去，加入了战斗群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尤大叔方向的尸群很快就被清理干净。梁月这边，张毅的目光望向那里，眼中一道白光缓缓闪烁，凝聚，最后凝结成固体。梁月，让开！张毅对梁月喊道。梁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从原地跳了回来，给张毅让路。神威！张毅低喝了一声。下一刻，他面前的空间开始扭曲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汇聚，紧接着是前方一大片空间如同爆米花一般爆炸开来。仅仅片刻之后，方圆300米内的丧尸全部被碾成了粉末，包括防御力颇弱的青铜甲狮，他的上半身几乎被彻底粉碎，只剩下2条腿站在地上。看到空空荡荡的通道，大家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此时，2条畅通无阻的通道中，又开始缓缓聚集了一群丧尸。隧道最深处传来熟悉的沉重脚步声，2个方向又出现了3具青铜铠甲的尸体，他们站在那里，用冰冷的目光盯着张毅等人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的心都是跌入谷底的感觉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样的怪物到底有多少？